大家好，这里是几何方块小镇呢。经过了1年多以来紧锣密鼓的筹备，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的更新。然后呢，我们现在在诗颖大大所制作的这个6分街这张地图上，那这张地图大家可以看到做的是非常棒，对吧？值得注意的是，这张地图仅仅用了方块小镇还有方块建模制作。因为是更新介绍，所以这是不会给大家带来太多的这个地图的这个参观。但是呢，这张地图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进行这个参观的。前面说过，这张地图仅仅用了方块小镇和方块建模去制作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来给大家介绍方块建模的更新。那我们先进入方块建模的这个更新的介绍。那方块建模呢，这是进行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更新。以前我们去用方块建模去操作这样一个物品，是不是要先拿这个实体葫芦，然后用一堆工具去调它，对不对？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到了新版呢，这些东西都不要了。这次我们更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叫做实体方块界面终端，也就是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一个非常万能的工具。那现在我们可以先用实体葫芦去点击一个方块，把它变成一个实体方块之后呢，我们用这个实体方块界面终端右键打开它，我们就可以打开这样一个界面。那这样一个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些调整的数值，比如说这个位移啊，还有旋转啊、缩放之类的，现在都是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这样一个滑块或者说左右两边的这个加减号去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呢，我们在右上角添加了一个模式切换的按钮。那么点击这个按钮呢，我们可以切换几个模式，一共是3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一般模式嘛，第二个模式是微调模式。在微调模式下呢，你可以调出一些非常精细的一些数值，比如说几十几点几度的这个旋转角，还有几十几点几度的这个位移，都是可以调出来的。这个其实模拟了之前的这个微调的操作，就是避免闪烁。在这个模式下也是解除了它的这个旋转还有位移的这些增量限制。然后呢，这是第2个模式。第3个模式是这个输入模式。在输入模式里面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打进去一些数值，比如说我这里打了位移是2，对吧？然后呢，我们点击右边这个勾勾，点击它，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数值，对吧？其他的参数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图层的介绍时间。那图层呢，以前我们去操作这个图层也是需要准备一堆工具的。但是呢，这次我们添加这个新的工具以后，添加图层并没有以前这么麻烦了，对吧？我们现在可以添加图层用什么操作呢？我们可以把需要添加的图层的方块放到副手，然后呢，用这个界面终端这个工具去打开它。在左上角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按钮。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副手的这个方块就会作为一个图层添加进去，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些各项数值，对吧？如果我们想要调整它下面这个图层呢，我们可以点它下面的这个桌子，然后去调整它的一些数值。那如果说我想要添加一个没有方块物品的这样的一个方块，我们可以怎么去操作呢？我们可以拉出一个红的葫芦，也就是拷贝葫芦，这个之前也有。比如说这个红石灯，对吧？这个红石灯，这个点亮的红石灯在创造模式物品的下面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块模型的。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想要添加这个图层，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拷贝葫芦右键它，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方块状态给复制了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一样把这拷贝葫芦放在副手，然后呢用这个界面终端这个功能去点开它，添加它，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个点亮的红石灯。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71便利店的最顶上的这个招牌效果。那这个招牌效果我们可以怎么用这个新的方块建模去制作呢？比如说我们先摆一个羊毛下来，然后我们先把它给实体化，把这个绿的我们先把它放上去，拿出我们的这个界面终端，点开它，添加这个绿的。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就在输入模式里面去给它稍微调大一点点的数值。然后呢，把它的位移给稍微拉高一点。之后呢，我们换一个方块，比如说这个红的，一样的，我们打开，添加它，在输入模式里面呢，也给它来一点点的这个缩放的数值。
然后呢回到一般模式这里，给它稍微移上4个。然后我们到上面这一个方块，上面这个方块呢一样的，先给它实体化，拉出我们这个橙色的这一块。那这样呢，我们一个效果就大概做好了。那如果我们想要把它延长，我们可以做什么操作呢？那这次更新呢，我们还修复了一个 bug， 就是说我们按住 Ctrl 加中键取下的物品，它放下来之后呢，不用去经过调整，也有这个模型的。然后呢，它也会显示在我们的这个物品模型上，对吧？我们可以这样去把它放过来，延长。那同时呢，这次的更新呢，也添加了对别的这个建筑辅助模组的一个支持。比如说这里我们今天装了一个 Axiom 的这个模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模组呢去给它进行一个堆叠，对吧？这样的操作也是可以的，在这个最新版。我们刚刚说了，按这个 Ctrl 加鼠标中键可以取下来这样的一个实体方块的模型。那如果说我想把它放到一个别的墙壁，看一下。哎，是不是会出一个问题？明明我是想让它朝这边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操作呢？这时候我们可以拉出我们之前一直有的这个方块实体层旋转工具，然后把它放到副手。当我们把这个工具拉到副手之后呢，这个实体方块放下来之后，它就会根据玩家的朝向进行一个旋转。比如说我们现在找一个方向放下来，它就可以像这样贴在这一个墙上，这样就达成了一个实体方块的旋转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因为我们这次更新了一个新的这个界面工具嘛，那我们这套系统在生存模式的玩法其实也大大的优化了。那么在生存模式下呢，我们今天只需要准备这样一些东西就可以达成这个系统的非常非常多的玩法，对吧？我们需要合成一些若干个实体方块，然后一个界面终端，还有这些别的内容。今天我在生存模式下把这个实体方块给放出来，然后呢，我把需要添加的这个图层的东西放到副手，点击它，我们就可以添加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想要放一个别的，再点击它，对吧？这个就是在生存模式下的玩法。那么我们为生存模式新增了一个采集锤的这样一个工具，在生存模式下，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采集锤去把一个实体方块给敲下来，对吧？就相当于是达成了前面的Ctrl 加鼠标中键取下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找一个别的地方放出来。如果说你想要这个用一些旋转的话，你把它敲下来之后这样它也是转过来了。下面介绍我们方块建模的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更新之一，也就是分享码。当我们用这个界面终端去打开一个实体方块之后，你会发现左上角有3个按钮，分别是复制分享码、应用分享码，还有这个保存建模作为这个本地文件。那么听这3个按钮的名字，大家也大概能明白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对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整一个实体方块通过一串代码去给它进行一个分享和传播，比如说我今天把这个代码发给别人，那另外一个我的小伙伴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加载我这个分享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在别的地方也可以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保存成一个本地文件，对吧？那我们如何去把这个本地文件给加载出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存档，那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本地文件加载出来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做。我们新增了一个叫做建模凿子的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当我们把实体方块放到副手之后，右键点开这个建模凿子，我们就会发现刚刚的这个模型其实已经被我们加载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取下来一个，放到另外一个存档中。那对于这个新的功能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网页界面。我们对此推出了一个叫做创意工坊的界面。大家在这个界面往下滑，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用建模制作、用分享码分享来的一些建模的作品，比如说这些标志花篮这些东西。当我们复制了一个分享码之后，比如说这个跑步机，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图中用这个建模工具去打开它，然后呢去应用这个分享码，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取出一个跑步机出来。同时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这些建模作品给投稿给我们，对吧？让我们这个创意工坊呢变得这个更加丰富起来。
这张由适应老师制作的地图呢，其实也非常多的应用了这个方块建模的内容，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做的真的非常棒，真的非常精细啊。比如说这个车，以及这些店门牌呀这些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抓娃娃机类似的东西。其实这张地图大家也可以看到，方块建模的优化是非常不错的。即使这张地图它运用了大量的实体方块，对吧？其实它也不怎么卡。那我们也会和适应老师一起把这张地图免费分享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参观和学习，因为做的真的非常的不错。这张地图可以在我们的官网去下载到，然后呢也嵌入了我们的这个整合包当中，对吧？也是欢迎大家来对这张地图进行一个参观还有学习。在正式进入这个方块小镇的这次的更新内容介绍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个我们这次的一个重大优化，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窗框以及我们的这个板壁，在最新的版本是不需要连接纹理模组也能进行一个连接了，意思就是它带了一个原生的这个连接效果。但这个连接效果呢，其实也有一定的代价，就是说，当我们去进入到一个旧存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窗户都已经变得不成样子了。这时候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叫做方块更新刷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你只要用这个工具去点一下它，这个窗户呢大概就恢复原来的这个状态。这是这次更新的一个小优化吧。这是方块小镇进行了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更新，就是欧式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这个演示地图的一个扩建区域里面，其实还是蛮大的，展示了非常多的这个欧式建筑的更新内容。那我们可以先带大家来看一看，比如说欧式建筑会有比较多这种大理石啊，这个窗框的连接效果，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这种欧式的路灯，跟普通的这个比较现代的路灯长得不太一样的这样的样式。那这里是欧式建筑划分来的一个新的区域，我们给模组添加了很多的这些大理石的一些充满细节的一个建材。那大家可以看到，通过使用这些建材，还有以及这种包边，对吧？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建筑有一个新的欧式的风格的一个呈现。那包括这栋房子，这栋房子我其实蛮喜欢的。这个演示存档的扩件呢，也是发布出来给大家参观和学习了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整合包或者说官网下载到这个扩建之后的演示存档。那我们正式进入方块小镇新内容的这个介绍时间。那么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嘛，这次添加了非常多的大理石的这种装饰性的建材，那我们可以怎么在一个地方去使用它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去装饰这样的一个墙面，那么我们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可以去用上，比如说这里我们新增加了一个叫做砖墙包边的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拿着它，我们把它放下来，就可以给这个砖墙进行一个这种欧式的包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看到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窗户，对不对？那这些窗户我们增加了几个东西，可以给这个窗户进行一个最基础的装饰。比如说我们今天拉出一个底部、顶部还有这个水平的侧面的这样的一个窗户的包边，我们可以稍微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那么这样就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窗户的包边效果。那我们其实也添加了别的这些品种来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对吧？比如说这样的这个水平窗框，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效果，对吧？这个就是一个这种样式的这个窗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添加了一些别的样式，你可以让这些的窗框变得更复杂。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拿一些别的东西出来看一下它们大概长什么样，比如说这几个。那这个呢是一个圆形的样式，还有一些别的，这个也是圆形的，但是这个应该是放在顶上的。然后这个呢也是支持一个连接模型的，可以放在这些别的窗户上。同时呢，这个也可以放在窗户的底部。那么你可以把这些窗户的造型变得非常的复杂，让它更有这种欧式的这种精致的感觉。那对此我们还提供了这种半圆的这个窗框的样式，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这些窗框其实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样式的变化，包括我们手上的这些大理石的这些造型，其实你也可以放在别的这种建筑的地方来去给它增添一些细节，不一定要放在这个窗框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新的一些大理石的造型和这个方块建模结合在一起放置的，对吧？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建筑变得更加的精细。那介绍完了窗框，我们看一下这次新添加的一些新的大理石建材。比如说这几个方块，这个大理石块柱它是有一个连接纹理的这个效果的，你可以把它用在别的地方。然后呢，这里我们也给它提供了一个圆形的大理石柱，它的造型是这样的。然后呢，这里是2个新的方块，都是有不同的这个纹理去供大家使用。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大理石栏杆。其实这些新的建材在这张地图的这个新的演示区，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使用的一些例子，对吧？用这些新的建材，你可以非常非常好的去装饰这样的一个欧式的效果。那在这次的更新中呢，我们还添加了一个全新的方块模板，叫做万象栅栏。我们可以拿几个出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选一个这个颜色的万象栅栏。这个万象栅栏有什么效果呢？这个万象栅栏大家放下来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这种全向连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无论你怎么放，它都大概有一个方向可以连在一起。你可以用这个去做一些非常非常刁钻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效果。那么在这更新其实还有更新一些别的建材，比如说这个海报的优化，还有这些椅子的这个新模型、新造型的这个优化，还有就是一些新的凳子的造型。然后呢，比如说一些新的灯具还有这个比较好看的紫藤花，那这些内容其实就不会给大家带来太详细的介绍了。那么大家可以去参阅完整的更新日志，去看这次的更新到底更新了什么新的建材。那在这次的更新中呢，我们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一键生成的物品，对吧？大部分都是树。特别感谢这2位老师的一个制作，比如说这几个樱花树，还有这边摆出来的一些别的树叶的树，都是这次给大家新添加的一些一键生成的这些变种，可以看到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对吧？然后呢，这些树也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块建模的效果。那除了树之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凉亭，还有这样一个公寓楼，也是放出来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参观和学习的。那么这些就是这次更新介绍的大部分内容呢。如果想要去看完整内容，可以去查阅我们的更新日志。然后呢，这次更新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想要去感谢的，那么这些感谢名单也一并放在简介中，对吧？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方块小镇以及方块建模一直以来的支持，对吧？大家如果想要游玩，或者说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阅我们的官网去下载到这些整合包以及地图。那么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更新吧。